偶遇前妻时，我正在甲方的会议室点头哈腰，而他就是项目甲方的负责人。我四处看去，却没看到那个连我们睡觉时都要躺中间的男闺蜜。因为他想要我的婚戒，所以我干脆把老婆一并送给他了。项目签约成功后，晚上和甲方一起去聚餐，轮到游戏环节，主持人让单身的、未婚的全部站起来，将单身男士和女士交叉安排坐下。我刚起身，就被前妻拽着往外走。裴佑，出来跟我谈一下拍摄计划。他将我抵在走廊冰冷的墙壁上，气若游丝。喜欢玩单身游戏，他们有我漂亮吗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沈念魅惑的样子瞬间将我拉回到离婚之前，我心中涌起一阵无名之火。不关你事，我们离婚了。扭身便走，任凭他在身后喊我的名字。回到包房，大家看我的眼神都变得多了一份同情。实习生小杨连忙凑近我，低声道：“你什么时候惹上穿 Prada 的恶魔了？”我还不知道前妻有这么个外号。她虽然不像安妮、海瑟薇那般耀眼，却也同样气质迷人，是不折不扣的万人迷。我拿起水果自顾自吃起来。我没惹她，就是为了工作。几个同事更有兴致了，将我包成半圆，开始不停分析其中缘由。哎，不对呀，刚才吃饭的时候他还老看你。是的，他还知道你不吃芹菜。他怎么看出来了？你们俩不会认识吧？我立即起身，寻了借口，我肚子不舒服，我去趟卫生间。你们也别问了，人家兴许马上就要再婚了。此话一出，周围更炸锅了。什么？万人迷结过婚？裴佑，你辈太离谱，造谣可是犯法的。我当然没有造谣，因为我就是那个戴着绿帽忍气吞声的忍者神龟。而她的男朋友我也见过，想到这心里一阵憋闷，那种被背叛的痛感还未彻底忘记。我到走廊里点了一根，伴随着阵阵烟雾，我的思绪飘回几年前。我和沈念是大学同学，恋爱4年，一毕业就结了婚，人人都夸我们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原本我也以为这样幸福的日子会持续下去，直到微信更新到8053版本那天，沈念发在朋友圈的实况照片，有男人暧昧不清的声音：“念，给我生个孩子吧。”虽然那条朋友圈秒删，我还是无法装听不到。我立即用小号搜索沈念男闺蜜，看到他朋友圈的内容，我的心凉了个彻底。原来沈念说的出差是跟男闺蜜顾俊在 W 酒店缠绵3天3夜，他们不曾分开。那天我记不清自己是怎么走到沈念父亲家的。沈念的父亲有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现象，医生嘱咐，即便不能天天陪在身边，也要定期照看。沈念3天2头不在家，连我都看不见，更无法指望他照顾自己父亲。于是每天过来给老人做一顿饭就成了我的日常。我照例炒了2个菜1个汤，端上桌时，岳父却不肯动筷。裴佑，你是不是有心事？老人家抓着我的手，给我倒了一杯酒。爸，我不喝，我开车来的。酒杯还是被推到我面前。没事，叫代驾。老人家不该糊涂的时候一点都不糊涂。是不是跟沈念那丫头吵架了？不提还好，一提我就眼眶发胀。我猛地摇了摇头，眼泪却差点掉下来，硬生生闷下一口白酒，憋了回去。没事吧？夫妻之间哪有不吵架的？老爷子叹了口气，慢悠悠端起酒杯跟我碰了一下。我的女儿我自己清楚，我太娇惯她了，养成这种张扬的性子。我知道你忍了很久了。喝完那一口，
他慢悠悠放下酒杯，你还年轻，应该为自己着想，该离就离。放心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沈家绝不会亏待你。我连忙把眼泪吸回去，再一次保证，爸，你就别操心了，我们好着呢。那顿饭吃得极其快，我很怕我们的婚姻影响到老人，于是我出了门就给沈念打电话。他已经很久没回来看过岳父了，看得出岳父很想他，可我打了几遍都是无人接听。等我到家之后，我才再次打给他，前几次被挂断，后面终于接了。你烦不烦？我的心拧着疼。原来他一直觉得我烦，强忍住情绪，我沉声问他：你在哪？沈念明显也压低了声音：在出差呀。你问什么问？沈念对我的耐心值几乎为零，我几乎带着颤音问他：你跟谁在一起？沈念的声音更小了：我自己。裴佑，你在想什么东西？你怀疑我？突然话筒那边传来脚步声，像是在回应我的疑问。我心里的石头也终于落了地。我脑中想起岳父说的那句话：我还年轻，我应该为自己着想。于是我捏紧话筒，心底的那股凉意终于破口而出：离婚吧，尽快回来办手续。沈念突然无语地笑了：离就离。挂了电话，我立即收拾东西。这个家大部分东西都是我的，然而想带走的寥寥无几。沈念由于工作原因经常出差，这个家就像是只对沈念开放的一家旅馆，他时不时回来一下，又很快离开。我装满了一个行李箱，还有一些东西我不知道该不该带走。那些是我送给沈念的礼物，小到牙刷，大到奢侈品包包，全都陈列在这个家，可沈念从未使用过。当我拿起我为他精心挑选的礼物，发现有些已经过期了。要是顾俊送他的，哪怕是三无产品，他也一定会很用心的使用。想到这，我把东西全部收起来，于是垃圾桶也被我装满了。最后我看了一眼这个承载了太多回忆的家，这个房子是婚后一起买的，我应该体面离开。最终我带走的只有这一个行李箱，我5年青春换来的只有这些。我一个人开车回到爸妈的房子。自从爸妈去世后，我再也不敢回到这里。如今爸妈的家却成了我唯一的屋檐。那晚我守着爸妈的遗照，在沙发上睡着了。第二天醒来，发现沈念给我打了电话。我回过去时，沈念一接起来便不耐烦：不是要离婚吗？干嘛躲着不接电话？你昨天的骨气哪里去了？我揉了揉发胀的眼眶，努力让自己清醒。我睡过头了。你在哪里？问完我就后悔了。由于是下意识出口的，想收回已经晚了。他在哪关我什么事？既然决定离婚，我就不该再问这么多问题。于是我清了清嗓子：你几点方便？我们在民政局门口见。沈念那边突然传来男人的笑声，带着几分轻蔑。接着沈念也笑了：你多大了还玩这种把戏？威胁我？裴佑，这样是没法得到我的心的，你太幼稚了。说完他便挂了电话。我起身动了动僵掉的脖颈，给他发了条消息：下午2点门口见。那条消息就如往常一样石沉大海。过了没多久，我刷到顾俊的朋友圈，他现在已经不屏蔽我了。照片是他和沈念的合照，文案写得深情动人。我要不是被绿的那个，我都想为他们的爱情鼓掌。一开始只是想知道你的名字，现在我想和你过圣诞，过新年，过每一个有意义的节日。我默默点了个赞。沈念立即发了几个语音条过来：裴佑，你的手怎么这么欠？顾俊不过是在怀念过去，你点个赞什么意思？我告诉我，你我问心无愧。好一个问心无愧！第一次见出轨这么有底气的。那天我没有回他的消息，以前他哪怕发个表情包，
我都至少回复3条，询问她的心情。如今我不在乎了，让她的男闺蜜去关心吧。中午吃完饭，我收拾好前往民政局。外面风和日丽，暖风吹得人脸上痒痒的。我在民政局的休息大厅等了很久，叫号机早就过了我手里的号码，于是我不停地取号，废掉，又去取号，直到工作人员用异样的眼神看我。这位先生，请不要耽误我们工作，你到底离不离？我当然想离，但是沈念人不来，电话也不接。又过了1个小时，工作人员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人不配合就回去吧，找个律师起诉也是可以的。我宛如任督二脉被打通。对呀，我为什么一定要等他配合呢？我可以起诉啊，按沈念的性格，除非是他想离，不然他有1万个理由不来。我傻等有什么用呢？于是我直接找到一家律师事务所。找好律师后，我开车回家的路上，沈念给我打了个电话。我饿了，裴佑，我想吃你做的炸酱面，你几点到家？那一瞬我恍惚了一下，仿佛回到刚结婚那年，每天下班就给他做饭，吃完饭后再一起去散步。可惜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，我不回家，那里不是我的家了。沈念顿时来了脾气。你什么意思，裴佑？你在阴阳怪气什么？我将车子停在小区楼下，清了清嗓子。沈念，我说离婚不是开玩笑的，我已经起诉了，你不配合，那就找个律师吧。说完我就挂了电话。沈念又打了1遍，我没接听，他就不再打了。半小时后，顾俊的朋友圈更新了，两人正在酒店天台浪漫呢。顾俊指着北斗7星的位置说：“那是半人马座，真是令人笑掉大牙。”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沈念大概是回家了，他打电话给我，语气带着醉酒后的缱绻：“裴佑，帮我卸妆。”我直接挂掉了电话。看来他还没发现我已经离开了那个家，不，离开了他的家。起诉的事情还在继续。第2天下班后，刚坐到车上，就接到沈念的电话：“你死哪去了？家都不回了，翅膀硬了是吧？”我听得出他今天心情不好，但与我无关。我上了1天班，也有几分烦躁。沈念，我回哪不关你事，管好你自己。我从来没这么对过他。电话那边的沈念也是一愣，足足空白了几秒，他才发出声音：“我不管。我想吃你做的饭了，外卖吃得我胃痛。”沈念的男闺蜜不会做饭，他经常说我把他养得太好，他吃不惯外面的饭，一边夸我，一边抹干净偷吃的嘴。沈念真是出轨界的天赋型选手，胃疼找医生，吃饭看外卖，我没义务伺候你。说完这句话，我直接挂掉了电话，内心却无比轻松。结婚5年，我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声。以前只要我稍微一抱怨，沈念就会拿出家法惩罚我，轻则冷战，严重了就离家出走，几天不回来。和好后问他，他只说借住在朋友家。现在想来，朋友恐怕也都是男的。他对散发魅力似乎有绝对的自信，时常发一些追求者的骚扰信息给我，还说嫁给我是上天的恩赐。我只求上天收回这份恩赐。吃过晚饭后，律师打来电话，他告诉我，如果想以最快的速度离婚，还是沈念配合签字比较好。由于城市居民离婚率较高，开庭也要排队。我给沈念打电话，这次第1遍他就接了。干嘛？我忙着呢。沈念的气息忽上忽下，像是在做剧烈运动。就当我打算开口时，顾俊的喘息声突然传了出来。我一瞬间想到2人在做什么，慌乱挂了电话，心脏快到像要从胸腔里跳出来。这种被背叛的窒息感，像是溺水一样，让人挣脱不了。
我在沙发上静静坐了1个小时，然后我打给律师，提交对方出轨证据，可以加速审理吗？得到答复后，我将 U 盘放进档案袋。沈念，这个婚我离定了。第2天一早，我还没出门，就收到一份早餐外卖。我猜到是沈念的小动作，干脆没开门，也没出声。外卖员打了个电话，便放在门口了。原以为这样可以换得一片安宁，还是在下班的路上被堵住了。我拎着从小区门口买的水果蔬菜，刚要刷门卡，就被沈念一把抱住，熟悉的香水味扑面而来，带着沈念灼人的温度。我猛地挣脱开，沈念重心不稳，摔在地上。自从昨晚听到她和男闺蜜那个后，我就对她有了异样的感觉，是反感，也是嫌弃。她碰到我时，我甚至有些想吐。沈念委屈巴巴瘫在地上，朝我伸出一只手：“裴佑，是我呀，你力气可真大，快抱我起来。”我将左手的水果分了一些到右手：“不好意思，手忙着，你没事就在这里歇会吧。”说完，我就准备进小区。沈念趁关门的间隙闪身跟了进来。“你不接电话，微信也不回，我真的很担心你。”说完，他小跑着跟上来，挽着我的胳膊。我就知道这里能堵到你。说：“你是不是早就想我了？买了这么多青菜，你对我真好。”那种恶心感又来了，我不得不跟他拉开距离。我晃了晃左手的菜：“你看清楚，这是你不吃的青椒，还有你说闻着就臭的猪肉。辣椒炒肉是我最爱吃的，你不爱吃就不许我吃。”说完，我又晃了晃右手：“这是你最讨厌的榴莲。沈念，这些都是我的最爱，我不是在等你。”沈念像是终于看出我的情绪，表情收敛了几分。“你是不是还在生气？我都说了没什么，你怎么就是不信我？任何正常人都无法端着这顶绿帽过下去吧？”我这么想着，脚下也轻快，几步就到了门口。沈念死死跟着我。我准备关家门时，沈念的手突然伸了进来：“等等，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，让我进去说吧。”我家住1楼，来往的邻居瞥见一直看着沈念。她肤白貌美，大长腿，天色已晚，把她瞥外面也确实不地道。于是我让出半个身位，沈念迅速闪进门内。“裴佑，这份礼物我选了很久，你肯定喜欢。”沈念殷勤地将盒子捧在我面前。原来他知道昨天是我的生日，他什么都知道，却不肯满足我的期待。这么多年，沈念第一次送我生日礼物，以前我收到的大概都是别人不要的，不分年节随意丢给我。被穿过的西装外套，口袋里还塞着避孕套，浸过水的手表，背面刻着莫名的英文缩写。最过分的是一整盒定制内裤，上面印着她的名字。现在细想，那些都是男闺蜜们丢弃的垃圾罢了。而沈念早就送了我最好的一个礼物。被背叛后的清醒，我将盒子塞回她的包包，我连打开的兴趣都没有。沈念瞬间慌了：“不喜欢？可是你都没看呢。”我直接将人往外推：“不必了，我们之间往日没有情分，如今也不必演戏，装深情恐怕也不是为了哄我，而是我主动提出离婚，令他感到一种不悦。”沈念的性格就是这样，他可以拒绝别人，别人绝对不可以拒绝他，尤其是男人。“裴佑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有好多话想对你讲。”哐一声巨响，门板将他的声音隔绝在外。我闻着空气里漂浮的他身上的味道，只觉得胃部翻涌不息。我真的快要戒掉他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自动忽视沈念的存在。法院的传票他应该已经收到了，于是他发信息骂我：“裴佑，你没良心，你这只恩将仇报的狗，你知道有多少人追我吗？
失去我你只会后悔，到时别哭着来求我。告诉你，我的心硬得很，我全部当没看到。直到微信收到顾俊的信息，他发得很简洁，直奔主题：裴佑，见一面吧，有些话当面说清楚。我本不想理的，一想到婚都离了，我还怕跟小三对线吗？我不去显得我懦弱，于是我答应下来。顾俊把时间定在当天晚上，海边一家家庭餐厅。我一进门就被服务生引领着往露台走。到场时，我愣住了，我被顾俊摆了一道。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适合两人交谈的场合，这里有沈念，有她的闺蜜，还有她男闺蜜的闺蜜。我跟这些人算不上熟络，但是认识彼此。哟，正是来了，顾俊，你快靠边。沈念的闺蜜赵萌上下打量我，裴佑，好歹也是私人聚会，你怎么穿得这么随意？家里是快揭不开锅了吗？沈念自觉有些尴尬，竟然替我挡话。她这个人就是随性，大家快坐。我懒得跟赵萌搭话，故意离她远远的。赵萌却像是被下了蛊一般，不肯放过我。刚上了第一道菜，赵萌就大呼小叫：哎呦喂，这可是顾俊最爱吃的菜！小念，你太会点了，你对顾俊真好。所有人不动筷，抿着嘴笑，是不是目光瞟向我？我终于明白顾俊为什么邀请我，他就是想看我的笑话。拈起筷子夹了第一口菜，我不客气地回怼。他对小猫小狗都很好的，小区里的流浪动物他经常喂。对了，他经常变心，今天喜欢这只，明天就喜欢那只，你们要当心。有人没忍住笑，扑哧一声，气氛变得十分尴尬。顾俊的筷子就那么悬停在菜品上方，怎么也落不下去。桌子下，沈念用脚背不停蹭顾俊，他的脸色终于缓和了几分。赵萌狠狠瞪了我一眼。第二道菜上来，他终于又有了话头。哎呦，鱼离小念远点，他最近闻到荤腥就想吐，怕不是怀了。恭喜裴佑啊！尾音带着拐弯，明显在阴阳我。周围响起细碎的笑声，连顾俊都没忍住，微微扯动嘴角。我直接放下筷子，那要恭喜顾俊才是啊！我和沈念已经2年没同床过了，我哪来的孩子？倒是顾俊。我端起饮料杯子，谢谢你为我太太长期提供生理服务，这孩子该生。我不拦着，在场的人脸色煞是好看。顾俊和沈念脸黑的能滴出水来。这层窗户纸如果需要捅破，必须是我来。今天这个场合正合适，大家不约而同全都放下筷子。沈念第一个开口：我没有怀孕。我拈起筷子，当没事人似的继续吃，边吃边说：可惜了，那抓紧要一个。顾俊抓起面前的玻璃杯，一把砸向我身后的空地。这样有意思吗？你不离婚，我和沈念都很为难。我的沉默震耳欲聋。我不离婚，这简直是本世纪最大的笑话。顾俊的情绪上来了，不顾身边沈念的拉扯，直接走到我面前。沈念早就说过他爱的人是我，我忙跟着点头。你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一旁的赵萌也来劲了，直接用筷子指着我：裴佑，我们都是受过义务教育的人，你要尊重小念的感情。我叹了口气，放下筷子。义务教育没教过人要这么不知廉耻，值得尊重的是人与人的感情，不是荷尔蒙分泌下的动物本能。沈念的脸色一会红一会白，煞是好看。顾俊不甘示弱。总之，我和沈念什么都发生过了，你看着办。我瞬间来了兴致，直接从口袋里拿出钱包，拿出一沓纸钞。辛苦，我也不知道市面上什么价钱，我直接将人民币塞到他手里。不够再跟哥说，算预付。顾俊彻底怒了，人民币飞向大海，好不壮观。
沈念开始小声啜泣，周围的人挤过去哄她，无人在意我说的都是事实，证据收集的差不多。我将手机录音保存。赵萌那股不服气的劲头又来了。当初你爸生病，是小念家拿的钱，你现在这么侮辱他，你有良心吗你？赵萌说的没错，当初我爸病危，住在 ICU， 一天花费近2万，进口的药流水般耗光我的积蓄，为此我要卖房。沈念挺身而出，跟他爸妈借了几十万给我。为此，我一直记着他父母的恩情，把他爸妈当亲爸妈。而这些钱，我在大学期间靠着剪辑摄影拍广告还完了。我直接拿出转账时那张银行记录，看清楚，1分不少，我都还给沈家了。别拿这个压我。想到这，我把沈念父亲做理疗的卡丢在桌上。你这么久不回家，你爸很想你。这张卡我付了3年的费用，每周末带他去1次就好，对他的腰椎和膝盖有好处。沈念泪眼连连地看着我，离婚了一定要多回去，他病发很随机，会有危险。顾俊不可置信地抓住我，你肯离婚？为何不肯？我将离婚协议书直接丢在桌上，传票已经邮寄到你家了，你签与不签影响的只是审理时间，无所谓。沈念突然情绪崩溃，大哭起来。在众人的安慰声中，我大步向前，头也不回。沈念，我们真的互不相欠了。我过了几天安生日子，沈念彻底停止了对我的骚扰，倒是顾俊开始变得不正常。朋友圈发的不是还是会想你，我被困在回忆里，这种 emo 歌曲，便是这潦草的结局配不上美好的开端，这种 emo 神经文案，我觉得他太能刷屏，直接把他删了。法院的判决下来那天，我如获新生，我终于能够摆脱毫无人气的家，摆脱蚕食我灵魂的沈念，为自己好好活一回。我请了1周假，直飞南半球小岛度假，即便分去1半存款，这些积蓄足够我挥霍度日。南半球的太阳温暖着我的心，每日在岛上晒太阳，跟着渔民出海打鱼，或者进林子捕头一般大的椰子蟹。总之，一切都很顺利。我的心情也如同冲上云霄，每天都开心入睡，一夜无梦。回国那天，我刚落地，便在出口看到一个熟人。沈念戴着巨大的蛤蟆镜，像是怕人认出来似的，差点忘了，她如今也是小有名气的模特，接过几个著名厂商的平面合作。我低下头想避开她，却被沈念一眼看到。裴佑，这里。我加快脚步，假装没听到。沈念却不识趣地跑过来拉住我。裴佑，是我特意来接你的。我看了你朋友圈，查到今天的航班时间，就过来了。从早上一直等到现在，总算等到了。我看着他未施粉黛已经发白的嘴唇，信了他的话。沈念有轻微贫血，只要不按时吃饭，就会嘴唇发白。但是他做的这一切，我毫无感觉。你是有事找我吗？我礼貌地跟他拉开距离。沈念瞬间愣在原地。我就是想见你，怕给你打电话扰了你的假期。原来我的朋友圈他也一直关注着，那我确实要感谢他，没在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扰乱我的清静。沈念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是失忆了吗？法院的判决书你都收到了吧？沈念的2行清泪瞬间流了下来。我知道错了，裴佑，我再也不出去玩了，我就在家陪你，求你不要离开我，离了你我搞不定。我的神经一瞬间绷紧。叔叔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沈念的眼泪不停涌出。前几天我爸一个人出门，突然不认路了，在外面摔倒躺了1夜。昨天才醒过来，谢天谢地，幸好现在温度不算低，
不然冻死在外面也是可能的。我的怒气瞬间就来了，不是说了你要好好照顾他，多回去，你怎么不听呢？沈念开始抽泣，肩膀不停耸动，引得很多路人在看我们。叔叔现在在哪？沈念抬起头来，在人民医院。医生说，我以最快的速度冲出机场。我爸妈从小告诉我一个道理，救命之恩，这辈子不能忘。所以我对沈念的父亲真的像亲生父亲一样。此时看到头上包着绷带，一只脚打了石膏的前岳父，我的心满是愧疚。爸，你意识到这个称呼不对，我自己先尴尬了一下。您没事吧？哪里痛？沈念父亲睁开肿胀的眼睛，没事，叫我伯父就好，不用不自在。你们俩离婚是我双手赞成的。沈念气得直跺脚。爸，护士小声提醒，不要耽误喧哗，要吵架出去。沈念脸一红，拎着水壶出去打水了。临走不忘拿起手上的手机，就那么一瞬，我看到顾俊的头像弹了出来，出现在新消息的提示框里。沈伯父拉着我的手离了，我的心也安稳了。小念说，你去旅游了，还开心吗？我拿起手机，将这一路的景色给沈伯父看，从薄荷绿的海水到热带雨林大蟒蛇，我分享我觉得新奇的一切。沈伯父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，好，真好，外面的世界真精彩，可惜我老了，走不动了，没办法亲自去看一看。我抓着沈伯父的手，等你好了，我亲自带您去看，费用我来掏，您跟着我就行了。沈伯父花白泛黄的眼睑红了，他摆摆手，老了，去不了了，我睡一会儿。我看了眼时间，半个小时过去了，沈念还没回来，我怕他遇上什么事，正准备出去寻，却在门口碰到正在煲电话粥的沈念。那个傻子哪能顶住我这招啊？我一流泪，他立即心软，正陪我爸唠呢。你别小气，这是我们说好了，他一个人顶俩保姆，还不用花钱。你知道保姆多贵吗？免费的干嘛不用？这婚必须得付，但我的心是你的，宝贝，你不用怀疑。顾俊，我爱你。我的思路瞬间明晰起来，原来顾俊的朋友圈、机场的重逢都是沈念安排好的。他确实需要我照顾年迈的父亲，好让他有更多时间精力跟男人厮混。沈念真的没有心，原有的那点愧疚烟消云散。我没有打扰沈伯父，直接离开了医院，同时拉黑了沈念所有联系方式。当沈念出现在甲方会议室时，我的心是绝望的。这个工作是好友介绍的，负责甲方这1年来的拍摄宣传，我负责拍摄定制专属形象，宣传由我的同事负责。只是我没想到，这个需要我跟随拍摄的模特就是沈念。这几个月，他的资源变得好起来了，从平面走向动态广告，出现在商场门口的 LED 屏幕上。当晚跟同事分开，我早早睡下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便看到带着浓妆没换衣服的沈念蹲在我家门口。我一开门，他扬起巴掌脸，故作委屈状：“裴佑，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”我咣一下将门关上，全当刚才见鬼了。沈念将我的门板拍得震天响：“裴佑，我现在是你的客户，你必须满足我的要求。我饿了，我要吃饭。”他大喊大叫，引起邻居的注视，于是我又不得不将门打开。你有完没完？沈念一下扑进我的怀抱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我瞬间将他推开，拿出一盒牛奶递过去。沈念的眼圈瞬间红了。你不是知道我乳糖不耐受吗？我当然知道。我拿起牛奶打开，自顾自喝下去。我耐受，但是对他倒是有点不耐受了。一被他碰触到，我本能的有种呕吐感，浑身的细胞都在抗拒他。
沈念还想靠近我，被我伸手制止。沈女士，我们只是工作合作关系，再这样我会告你骚扰。我说的义正言辞，沈念也被吓到了，她悬着的手僵在半空。裴佑，短短几个月，你怎么像变了个人？我冷笑一声，再一次将他推出门外。那就当不认识我吧，以前的裴佑已经死了。那天我没有再去公司，我换了一位同行顶替我，6位数的订单我无偿赠送，兄弟直夸我够意思。沈念气疯了。拍摄第1天，他当场痛斥摄影师不专业，将他拍得不伦不类。当项目组所有人看过照片后，都觉得沈念有些神经。在他第 N 次发疯时，整个项目组集体罢工。第2天我就得到消息，沈念被换掉了，大好的资源被他亲自做没了。我买了房子，搬了家，之后再也没碰到过沈念。几个月后，我突然接到一条消息，是之前沈念爸爸家的邻居，我们是同级校友，一直有联系方式。平时也会拜托他多关照沈念父亲。他给我发的微信只有短短几个字：沈伯父去世了。那一刻，我的心脏剧烈跳动着，耳鸣声占据着大脑，我的四肢仿佛都不能动了，脚下更是像灌了冷铅。就这样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回过身，发现手机砸在地上，屏碎了。我把电话打回去，终于知道了一切的真相。沈念父亲出院后，沈念并没有吸取教训，多回家陪父亲，反倒用一些沈伯父难以接受的方式，投机取巧。他在沈伯父身上安定位仪器，让他时刻像一个被监视的犯人，还在家里安装了很多监控，沈伯父毫无隐私可言。而沈念办好这一切，再也没回家。他像以前一样忙着工作、喝酒、蹦迪，在男人和金钱之间权衡，得到他想要的快乐。沈伯父就在他创造的牢笼里日渐萎靡。终于有一天，沈念发现父亲的位置好久都没变了，具体几天他也记不清。大量的酒精使他头脑发昏，于是他破天荒地回了一趟家。一开门就被吊在吊扇上的父亲吓得昏了过去。法医来的时候断定死了至少1周了。通过对沈伯父生前行为痕迹分析，老人家患上了抑郁症，缺少关怀和亲人的陪伴，最终走上了自缢之路。我去参加了沈伯父的葬礼，我在他的遗体前献上了那束代表告别的花。我没有痛斥沈念为什么不照顾好伯父，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多回家。我知道事情已经发生，说再多都于事无补。死去的人已经死去，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。而沈念的痛并不会比我的少，他比几个月前瘦了很多，像是无根飘摇的小草，随时都可能会倒。他没有流泪，可我心里清楚，执勤离去的那一瞬，人或许不会大悲，真正感到悲痛的是那些琐碎时刻。当你打开冰箱，看到剩下的斑和牛奶，看到窗台上被悉心照料过的绿萝，还有安静折叠在床上4个角的棉被，你会明白，亲人的离去是一生的潮湿，而这就是沈念应有的惩罚。后来我偶尔去沈伯父的墓碑前坐坐，跟他聊聊我去旅行过的那些国家。今天我特意带了杯子和酒，跟他喝了2杯。原本是蒙蒙细雨，突然放晴，小路上还是泥泞不堪。我擦掉他墓碑上的尘土，干了最后一杯。而沈念大抵是死了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